那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美国的新政府即将在明年的1月20号，川普要上任了，对世界的影响那真的是很大、很深远的哦。有一个人他可能不是有那么大的位置，他也不是国务卿，只是说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所谓效率部的这个官员，可是他却变成川普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身哦。我们看到呢，有一些媒体就报道说，马斯克积极介入啊，俨如联合总统哦，他跟总统差不多了哦。那传过渡团队不满或过渡政府，因为政权会交接嘛，所以这个过渡的团队就不开心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跟建议权呢？可是没有办法如果总统信任他呢，他是地下国务卿吗？《纽约时报》就讲了，马斯克要求要见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而且据说已经在一处秘密的地点会面了，两个人讲了1个多小时。不要忘了泽伦斯基第一次跟川普通话的时候，马斯克也在现场啊，马斯克也跟泽伦斯基通上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可以想见马斯克的建议啦，他的想法啦，都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川普了。观众朋友，现在呢，川普都还没有上任，可是马斯克已经先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了。某种程度也引起一些国际的一些批评，说是这个意大利的总统叫做梅洛尼对不起，总理梅洛尼那个有一些事情所以他这个马斯克就说意大利的法院你对梅洛尼不公平这个，可是总统就说你不要来干涉我的内政。那这个标题写说绯闻女友是过去其实有一些花边新闻两个人都否认有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媒体说有可能吗？他变成下一个季辛吉吗？中国大陆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吗？我们看到在美选之后呢，氛围在闷烧美国的国内其实政治上面现在氛围非常的诡谲，新内阁的争议也蛮多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一个社会新闻，以小观大嘛，他叫做贝佐斯。贝佐斯有一个33岁的员工贝佐斯的员工，他就是突然因为选举结果他可能无法接受，所以呢发生了家庭伦理的悲剧，他砍死了他的爸爸，而且还在这边微笑那后来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可能这跟性别上面的一些认同有关系。因为过去在这个民主党主政的时候，对于性别包括人权性别各种尊重，那未来川普已经放话了，只有2个性别，男跟女，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所以这个大闷锅一直在闷烧当中包括你看到川普2.0有一对华的鹰派的佛州帮这一批人势必会深刻影响到中美关系。你看到瓦尔兹的立场跟范斯是一样的他们希望从欧洲跟中东2个战场抽身，然后全力来应对中国。那这个川普的新人士呢，包括有2个人都被外界批评说，你们没有相关的经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司法部长？一下子就变成情报总监，尤其是这一位男性未来可能担任这个司法部部长的人，他叫做盖兹，他曾经涉嫌性贩育还有吸毒遭到调查包括一些人口的贩卖跟性相关的都被调查，有争议，川普也不管另外呢，这个俄乌战争会怎么样终了呢？川普提名的情报总监有被指控说这是克林姆林宫的特工有人这样指控他那乌克兰曾经说他领过俄罗斯的薪水，不过他本人当然这个是这个否认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贴文跟新闻也在他被任命为情报总监之后立刻被删除了，相关的新闻也都被封锁了。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准国安顾问就说，川普有意结束乌克兰的战争，用什么方法呢？任命和平特使所以要有一个和平的特使出现了吗？而另外对外的关系，包括我们知道川普是崇拜强人的，但他未来会怎么样处理金正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政治分析就说，北韩可能因为现在跟普京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了，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川普跟金正恩握手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可能未来就不会再出现了。来问问看赖老师怎么看未来的国际关系局势的演变？我觉得马斯克他代表了一个新贵了
他当然他的重要性，在他的助选期间里面被选后特朗普如此的称赞，然后他在这段时间这么重要的特朗普的就是川普的人事安排任命的这个期间，他几乎都是住在这个海湖庄园，就因为有人记录他的私人飞机的飞行的情况，就是当选的时候在那边跟川普开票，第二天也在，第三天离开一下，第二天又回来了，又回来以后就连续又住了很多天，然后人事案就陆陆续续公布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是有以文居要，而且有参与川普本身的人事的讨论案，甚至川普在接待外国的元首的祝贺的时候，他也在场。还有就是在重要的人事讨论的时候，在共和党的大佬里面认为这是我们圈内的事，你一个圈外的人怎么也都坐在那边？可是问题是在于谁让他坐那边呢？他为什么可以进去这个会议室里面坐在那边？那当然就是川普带进去了嘛，也就川普才能够把他带到这个地方说，哎，我们现在讨论人事的问题，然后这个马斯克能进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就会引起了很多人的眼红，尤其是靠川普派官任命吃饭的这些人眼红。为什么？因为马斯克确实是一个不需要川普任何钱的人，他太有钱了，对，他比川普太有钱了啊，这第一个。那他要什么位置，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以他目前来讲这么有钱，除了当美国总统以外，不然他逍遥自由自在，也不用被监督，也不用被怎么样。而且如果你任何媒体骂我，用我的媒体再把你骂回去，他天不怕地不怕嘛。对，所以他不会说入阁被你框住。即使这个川普命令他任命他为政府效力部的部长，可他是体外编制，而且他不接受国会监督。为什么？因为体外编制。体外编制，但是问题就在于不接受监督，他也没实权啊。他即使要怎么砍联邦政府，要怎么砍预算，他还是要经过联邦预算局他们的编列嘛。联邦预算局要怎么编列，那他只有建议权。所以我个人认为，对马斯克来讲，他不会跑去当官，因为当官对他来讲划不来。他现在自由在爱怎么走就怎么，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太贴近川普了，而川普也太需要他了。川普很清楚知道啊，他的任期4年啊，4年以后他又回去排名60、70名的富豪，可是马斯克是全世界排名第1、第2名的富豪，那川普就要在他们国内排名，而不是国际排名，而马斯克是国际排名，那么对于一个永远还就是至少在他活的时候会那么有钱的人来讲，对川普来说，他难道怎么会不贴马斯克呢？到底是马斯克贴川普，还是川普贴马斯克？我想这个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川普一定会想嘛，我只有4年任期嘛，一下子就没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美媒啦，我们在强调都是美国的媒体说，把马斯克寄望成为下一个基辛格，不切实际了，不切实际，完全不切实际。基辛格是一个尼克森所信任重用的白宫安全助理，他是以这个有职责而且有大权在内的白宫安全助理去中国大陆进行秘密的外交，而当时是双方是不能来往。现在拜登还是一样可以跟习近平见到面啊，是，而且外交部长如果中国大陆愿意的话，卢比奥也可以见到面啊。但如果大陆不愿意的话，就像戴奇一样，把你晾在那边，也可以把你晾4年了。所以我倒认为说，对美国人来讲也不用吹嘘卢比奥会有多厉害，因为大陆来讲，我可以把你晾4年。戴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被那边晾了4年，从上任到即将要卸任，中国大陆的国土一步都进不得。那谈判谈什么判？外交部长不是就是在谈判吗？那你一个贸易代表连谈判都谈不了，那你有什么用呢？是只能隔空喊话，或是隔空放话哦。来，请教舰长。首先，我要特别分析一下川普。川普是一个大老板的出身，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可是他在这人生里面他经历过2件事情，这2件事情我觉得对他今天的用人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他当美国总统，因为他忘了，当你民间的大老板，你记住你权势永远在，没有部属敢背叛你，因为你就是老板。就像马斯克，他永远都是大老板。但是川普当那个美国总统，他也以为是大老板。当他失势的时候，他就发现底下的这些人就发觉你根本没有权了。结果
川普下台这几年，他当初的很多重要的干部都背叛了他，批评他，说他这个 John Bolton 什么的那个国防部长写的那本书，把他形容的哇，真的是，所以他印象很深，就是说哇，这些人当初都对我这么忠心的，居然会背叛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商场有一个老板叫做绝对大老板。什么叫绝对大老板啊？就是说我的股份在这个公司超过51%，只要我的股份超过51%，你到商场去看你就知道，这个公司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要张三当总经理就总经理，我要给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我要买什么车就什么车，这叫做绝对大老板。川普这一次你们有没有想过，他进白宫他是绝对大老板？第一，他的得票过了50%；第二，参众两院他都过了。你知道，在他的感觉哦，他就是绝对的大老板。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一次的用人哦，非常的就是我要干什么就干嘛，我喜欢谁就喜欢谁，跟他第一次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商人这种大老板商人在想什么，他的行为模式哦，你可能不是很了解。我退休在这么长的时间，我曾经3年跟在一个很大的老板身边，他在他那个行业，人家叫他皇帝啊，他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大老板。那我跟他这么长的时间非常近身，我就算他特助好了。我可以告诉你，商人有几个特性：第一，他非常识时务，他知道不能够太理想的时候他不会；第二，他不会做赔本的生意。所以，川普跟马斯克这2个人惺惺相惜啊，这2个都是超级大老板，所以相互之间是英雄惜英雄。能够维持多久，看马斯克能够忠心多久。否则他们可以一直维持下去，而且他们2个的作为不是一个像拜登那样理想主义者，明知是美国没有利，他会拼下去。我宁可希望美国总统是像这样子，川普的生意人，马斯克在他旁边，他们会知道什么事情是识时务。来，董哥，其实大家现在看到嘛，川普每天有一些人事啊，他都觉得非常吃惊，这个团队的人员的品格好像非常不堪。就大家觉得连那种在做性贩卖，把17岁少女拿去卖的这种人都可以干司法部长，不是笑死人吗？是今天大家都觉得哗然，对不对？还有胡适电台的主持人，他被派国防部长，因为他当过军人，我也当过军人啊。我们在座谁不当过？这里有2个职业军人出身的，都有可以当国防部长。是啊，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胡适电视台这个人过去很喜欢访问川普，所以川普说我爱死他了因为他那时候在演。那现在川普当总统了，你可以看他所有这些东西他其实就是很抽用。我只剩4年，我未来不会再当总统。我来能还的人情我都还，那还人情对我来讲也是胜利的一种。对，就是我都还了，让大家觉得说我是有借有还的。那大家看到赫塞斯会当这个，他自己都吓一跳。他最有名的言论是什么？他说他曾经有10年没有洗过手，的新的国防部长。那其实我觉得川普的用法都跟台湾学习，选举跟台湾学习，用人的，对不对？有一个叫康银寿的，主持府城电台，喜欢访问赖清德。赖清德一上任国策顾问，这个人也是被判刑6个月卖假药，然后缓刑2年，那不是很像吗？所以大家看这种情况，不要觉得川普用这些人，我告诉你啦，以他的个性他会比上一届更独断。这些人只是我的幕僚，听我讲讲，我叫你去执行什么你才去，不是你有那么大的权限。很多人认为说，这国务卿会不会怎么样？那要看川普的态度。我老实讲，对不对？马斯克你要他去当官，当官第一个事情要干嘛呢？在美国，你如果是真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部长，要先到参议院去接受人事同意前，要先被羞辱一顿呢。里面有很多民主党的呢。是，所以马斯克这个就是一个类似委员会，它不是一个那种正式的单位。有人问马斯克啦，从以前就问他说：“你这么有钱，公司讲究效率，对不对？你看他接手推特，他把里面的7、8成的人都开除，都开除。那你如果美国政府1年有6.5兆的美金，如果你要做精简，你要怎么样？你可以砍多少？我至少可以砍2兆。一个政府机构可能这样吗？我们一个政府在用度里面最大的就是人事会，你怎么去砍啊？
所以讲的跟做的不一定会一样。但是川普这一届做的话，他的商人性格会更明显。就像刚刚华儿所讲的，他将本求利，你要思考他的方式，绝对就是我就是要赚钱，要对我有利。那甚至他会不会用美国国家的利益去换跟中国大陆一些交换，都很难讲，因为他就是商人嘛。所以不要把他讲得太活灵活现，没有那么厉害，是没有错。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看世界局势，的确，即将要有改变哦。我们看到在南半球，我刚刚说了，习近平已经到达了秘鲁，未来即将跟拜登见面哦。那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机场有发表一个书面讲话，讲的当然是中密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深入的发展。而现场，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现场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民众夹道欢迎哦，并且习近平跟这个秘鲁的总统博鲁阿尔特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哦。那对方特别有舞龙舞狮这样子的一个细节来欢迎这个习近平来访。不过我们看到呢，这两个国家当然在基础建设上面的合作，过去我们讲到了，像是前海港有一个开幕的仪式未来几天会进行。那另外还有一个在军事上面的访问，这是看到习近平到利马就是秘鲁的首都访问了空军基地。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两个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上面呢各种的合作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那这个“一带一路”是前海港重要的一个在“一带一路”上面的项目，可以把秘鲁到中国的海运时间从过去的35天到40天缩短到接近一半的23天。对于这个成本啊、物流啊、运送啊都有很大的贡献。那未来专家也预估每一年会为秘鲁带来45亿的收入，这是美元还可以创造8000多个直接的就业机会。所以对于习近平的来访，当然秘鲁人包括总统也都很欢迎。那我们看到秘鲁的交通部部长就说我们未来有一个目标是成为拉美的新加坡当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拉圭或者是阿根廷人想去亚洲的时候，就会从我们秘鲁来出发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划跟雄心壮志。而另外还有一个南美洲的大国巴西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呢，这位总统巴西的总统鲁拉不是也去访问了中国大陆吗？也跟习近平见了面吗？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巴西的计划预算部长就讲了，他要实现南美洲的一体化所以跟中国大陆的各种的合作会更加的紧密。而中国大陆的央视主播也访问了这个巴西的总统。我们先来看看。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是央视的主播说他已经有一个2年之约，因为这个鲁拉之前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两个人再次见面，看起来也蛮开心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巴西说希望透过交流，让巴西的年轻人对中国大陆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毕竟全世界在这个美国的影响下，其实对中国有很多的防堵嘛那有很多负面的新闻，所以这是巴西总统说希望年轻人可以从别的角度更了解中国大陆。那全球南方本币合作论坛此刻也在巴西举行，我们看到南贸易蓬勃发展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看到南方国家的经济现在也在起飞中因为南方国家它占世界经济比重已经超过40%了，是全球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再加强的。而川普、拜登有可能会在峰会期间碰面吗？这是一个问号我们看到这个人气的消长，因为拜登现在是美国总统嘛，那拜登到这个南美洲当然是一定的。那川普之前曾经传出他有可能也在 APEC 会出现，可是现在看起来机会越来越小，应该不会去了。可是人气两个人真的是此消彼长。因为川普确定重返白宫，大家都很现实大家都要看未来谁会看过去呢？所以我们看到各国的领导人已经在预约了想要当面祝贺川普。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是，川普当选之后第一个接见的外国领袖是阿根廷的总统
米雷伊哦，这一位新上任的总统哦，在海湖山庄跟川普见面了哦，来自于礼拜4哦，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报道，而拜登哦，在南美洲礼拜6哦，可以看到他在秘鲁会晤习近平将会表达美方权力交接期间需要保持稳定，这很重要，政权要保持稳定。我们看到跛脚的拜登抵达了南美洲媒体采访少了，所以我说很现实啊，各国的领导人都想要见川普，媒体去访问拜登，像这样的兴趣也大为减少了，大家都兴趣缺。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这个前开港对于南美洲跟整个亚洲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台湾也会受到影响我想，如果我们有观众朋友常到这个果菜市场去买东西，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阿根廷或是智利的它的一些苹果啦，或者是一些酪梨啦，或者是一些西洋梨在里面所以很多的蔬菜水果那也都事实上是从南美洲来的。可是你想想看这个南美洲的这些产品，过去从这个南美洲要运到台湾或者运到日本、韩国、大陆的时候，它要先运到这个墨西哥，或是运到加州，然后再换成很大的这些货柜轮，或者是换成很大的集装箱轮这些大众物资船，然后再从那边运到这边来，所以它的时间大概要用掉35天到40天。那前开港现在开始试营运，未来整个都开始如火如荼的展开，因为它目前是第1期工程完成嘛，它还有3期，总共会有15条码头。那它开始运的时候，它就不用再经过墨西哥跟加州了，它就直接从前开港就运到这个亚洲来了。目前是前开港跟上海是对接港口，它的时间就变成叫23天，运费就节省了大概30%左右。运费节省30%，它的价格就会往下降了。那它的价格就会冲击到澳大利亚、纽西兰、美国跟加拿大。因为什么？因为这4个国家的产品跟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它的出口的产品有太多的相同之处，有竞争，有牛肉，有苹果，有大豆，然后有玉米等等这些大宗物资。那你想，它一定会冲击到这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它就必须要让它的成本往下降。那我们台湾会受到影响，就是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从南美洲来的这些产品，包括咖啡豆啦，包括甚至矿产啦，未来都有可能影响。所以它的改变真的会很大。因为过去南美洲的由于没有一个深水港，所以它的这个空有这些丰富的铜矿、锂矿，还有这些农产品，还有很多的矿产，它的这些天然资源。包括木头，例如说亚马逊森林，它有一些木还是要砍伐的，因为不然的话你密度太高也不行，要有一些砍伐。你想想看，这么多的这些原物料，它没有办法运出去，因为它运出去的物质成本太贵了，没有一个深水港。而现在有这么一个深水港，它不用再往北运，然后再运到太平洋的另外一端，它直接进入秘鲁的前开港，就运到太平洋的另外一端。时间成本省下来的，运费成本省下来，那它本身的竞争力当然更强。对于秘鲁来说，它会成为一个南美洲周边国家的最主要的一个物流中心。也就是说，巴西的产品、委内瑞拉的、阿根廷的、智利的都往这边来送了。当它成为一个物流中心的时候，金融中心也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它有个工业园区。这次习近平到秘鲁去，其实他们是进入自贸2.0，也就是说关税降得更低，那就是把整个秘鲁要带动了。我觉得大陆现在已经开始把南美洲当成它的前院了，它过去是美国的后院嘛，现在变成是中国进入美洲的前院，那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个南美洲像现在的这样的发展？我先接着刚赖老师的话题，我特别要介绍一下前开港。这个港口的好不好用运用多大就看它水深。好比说我们超级航母，它要多少水深呢？12米，12公尺。像上一次那个长四轮
有22万吨那么大的一个商船，它多少水深呢？16米。我们全台湾最深的港口是高雄港，大概15到16米。你知道前海港多深？18米。它给它整个的弄，几乎是你所有的船都可以停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大陆到那里去建这个前海港，它不是说原来一个港口我给你扩大干嘛的，我拿2张照片给你很快看一下就知道，它是无中生有啊，填山造海，你看到这一张？这就是他当初施工的相片，然后从这里再给它挖到这里，你看到没有？它是整个的把它重新的从没有给它弄成有。那接着我再跟你讲它的位置有多重要。刚刚其实赖老师都有讲，但是这张图我拿出来，你就会立刻知道。大家注意看哦，它的位置在哪里哦？这个镜头拉近，你看到这是中国对不对？它这样子一直走过去，这是整个的南美对不对？秘鲁在这。直线距离，就在这里，然后你知道它的后面是谁？巴西，所有以前你的巴西的东西要这样子运，这样子运，巴拿马运过来，现在通通集中在这里，你知道他为什么说有了这个港口，我可以变成就是新加坡，南美的新加坡，所有的交通枢纽，你知道通通跑到这里来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然后呢，接着你再看这一趟他去的时候跟习近平去大概有400多个工商业界的代表，那他们这次要参与一些什么样的开发呢？要去讨论呢？有一个采矿的项目，有540亿的内容美金看大家愿不愿意去参与。然后有个基础建设呢，有1570亿美金，这是习近平带去的这些东西去的。你就知道，如果你是秘鲁，加上所有这个声音带起来，我问你。你希不希望去做这个港，让你变成整个的南美的一个交通的枢纽、海运的中心，所有东西都到你这，你当然希望。对，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现在在做的事。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了，问一下董哥怎么看整个南美洲现在在拥抱中国大陆吗？南美洲的重要，最主要它是美国的后院，那这个后院已经沦陷了。过去非洲都是欧洲或者美国这些国家在掌控，现在非洲已经是中国大陆的，可以看到现在它的目标到南美洲来，这个动作一出来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建军港，像美国到处建军港，所以它的商港它的那个实际的那个其实比军港还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南美洲锂矿、锂电池全世界第1名，中国大陆不用讲，对不对？带动电动车，铜矿全世界产量第2是秘鲁，跟中国大陆这一下来了，它的玉米、它的大豆、它的牛肉都是中国大陆很需要的。那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东西就销去那里，大家就想象看，这个多方便啊！台湾要买个鸡蛋从巴西去要多久啊？对不对？大家记得嘛？来了都臭了，来了都臭了。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都缩短了，你还是要靠人家。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张骞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在我们的海域附近，经常有这样的画面出现吗？这是来自于澎湖的这个渔民提供给我们的。他说，14号上午，他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包括看到悬挂中国5星旗的军舰旁边有一艘我国的军舰一起在眼前驶过说是我国军舰是海军成功级的巡防舰。那对岸这个5星级的军舰挂5星旗的军舰是中国056型的飞弹护卫舰。重点来了，是不是最近都这样？在我们的海域的周围，渔民都会看到这一幕吗？这样会引起区域的紧张吗？我们该注意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海巡署就说，现在除了对岸解放军的军舰之外，还要提防一种叫做海上的民兵船团。所以呢，他们打算在11月底进行镇海火箭实弹射击这样子的演练那来强化灰色地带的
侵扰执法作为哦，看起来有紧张，我们也有应对。那可是这一幕呢，经过媒体的披露，大家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哦，谁在泪流满面，谁在哭呢？说是美军呐，我们来看看大概1个多月前吧，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役在大概2个礼拜前在基地战力检测，那他们就说了我们的这个台湾官兵用了66火箭弹。而且精准命中，我说是美军哭了这个我有点不是很理解。等一下也请来宾跟我们说说，到底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机缘巧妙呢？我们再看到，包括在最前线金门董哥来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立法委员陈玉珍委员不断的在为当地的居民请命，包括他提出说要修这个离岛这个建设条例，其中他希望可以做一个国际医疗专区，就设一个专区在金门说是把这个金门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设备啦，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医院都 up， 给它这个升级，然后吸引一些国际的人潮，或者是对岸有需要的人也来做一些医疗的观光啊，这样不是一兼二顾吗？因为当地其实医疗可能比较缺乏，所以包括加强当地的医疗的设备，以及促进医疗观光，听起来还不错可是我们看到王定宇就说了，这是牺牲离岛居民的健康向中国开后门。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更说，这是让离岛成为一国两制的示范区所以这个一下子就被打成中共同路人了。那另外呢，我们台湾真的很可怜呐，美中不断的对抗，剧烈的对抗，我们夹在中间变成夹心饼干，因为民进党政府是完全的靠向美国这一方嘛所以像有很多的一些尴尬的事情我们就要做抉择，有时候被夹在中间。台积电就是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台积电移到这个亚利桑那州。大概有2年了吧终于这个厂房要落成了，所以本来有一个开工典礼在下个月初要举行，说是包括美国总统这个拜登也会来可是最近说台积电已经取消这一个所谓的落成的这个开工典礼了那受邀的人士呢都说延期了，所以外界也在讲，是不是因为新旧政府的过渡期，台积电担心有尴尬的情况你邀请了这个拜登来，他是现任的美国总统，可是你要不要邀请川普来嘞？川普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所以干脆台积电就说取消那我们看到张忠谋就说美国的厂房进度很好啦大概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完工典礼了所以就是很低调。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台积电的美国厂居然被告上法院原来是有台积电美国厂的员工去告这个美国的法院说对我们歧视呢对我们这个美国人歧视，是偏爱会中文的员工。那有一些网友就说这有什么不对？台湾有好多外国厂商他们不是都要我们会讲英文才要雇佣我们吗？那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去美国喜欢用会讲中文的有什么不对呢？你只是要加强你的中文能力吧。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上台之后有强化东亚防务看到呢未来他的布局是什么？有一些美国媒体就说了现在在讨论是不是驻日的美军司令部要迁到东京都心了呢？还有美军在南韩的乌山空军基地现在要撤换一批这个战斗机要把 A10撤出，那包括 F35F16要进驻，要强化威慑北韩可是不是其实也在威慑中国呢？我们看到像是 AIT 的官员在台湾的存在很多人都是这个好像觉得他们是比较高级的那一群人吗？包括你看到前2天有一个新闻出来了，观众朋友你来评价，你来评理，这样对不对说是有一名 AIT 的官员喝醉酒在花博园区大闹还打伤了保全，结果国防部的将领到警察局亲自把他带走，感觉让他们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人的这个阶层
于是有一些网友就说，他们想到了1957年的刘自然事件哦，那时候美军杀人，然后引起了一些民间的愤慨，而且后来好像杀人的人被判无罪啊，因为这个时间有点久哦。等一下，请董哥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些愤愤不平的一些声音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哦未来的布局，说是在军方他会大清洗。因为他讨厌那些什么进步价值里面讲的人有90几种这个性别他认为就男性、女性啊，还有什么中间人吗？还有什么跨性别吗？他一概否认。所以军方据说正在草拟一份将被解雇的军官名单。像是《华尔街日报》说，第一个被汰除的将领很可能是他，就是美国参谋长联会这个总联会会议主席布朗。因为布朗算是比较有进步价值，在美国他认为这个跨性别的人也可以作为这个将领所以呢，可能他是第一个是川普的眼中钉会被汰除。包括现在川普找了这个福斯电视台的主持人赫格塞斯来当国防部部长，外界不是有很多的争议跟讨论吗？为什么他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因为他曾经写了一本书，据说啦是这本书让川普相中他了，因为这本书里头他是在讲说美军不应该让女性担任战斗角色。他认为像是军队里头有什么多元化包容性的政策，这个都是不对的他认为就是要很 man 就是要有阳刚所以像是这一些所谓 LGBT 跨性别的一些高级的官员，未来可能都慢慢要在这个军中被大清洗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请教这个董哥怎么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澎湖的军演是在上个月那时候叫镇江江义的江，现在移来这里叫镇海。为什么？因为最近的乌克兰战争让很多人发现说，好像无人机很厉害。那我们跟中国大陆又有夜海之隔，所以我们现在又说有无人机的威胁之外，又有民兵船因为他们民兵船也很厉害。大家不要看民兵船是一般好像普通的不是他们那个武力都蛮强大的，就好像他们的海警比我们的军队还强。现在讲大陆比我们强，会不会被批评？要小心。对，是好，那大家看了这样就发现，其实我们当然还是有一些因应，这因应当然也有我们自己要做的一些让自己有一些操演的过程之外，还有美方的要求。那其实这些新闻里面，我最感慨的就是陈义珍这执行被骂他说他陈三贵。其实我们金门要做一个国际的医疗机已经讲非常久了，郭台铭都去好几次了。郭台铭说他要投资，然后还找了地然后历任的金门县长都陪他去看过土地。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两岸从两边开放，尤其小三通以来的20几年中国大陆很多人他到金门地旅游，他也发现我们台澎金马的医疗条件很多都比大陆好了所以很多人愿意到这里来。那其实，在台湾我们知道有2家非常台独的生力医院做了很多大陆的美容的生意，赚非常多的钱，赚到爆医美吗？医美专门做医美的，但这2家是非常台独，任何选举都力挺民进党，然后赚钱赚最多。为什么？因为马英九的政策，所以很多大陆人来旅游本来1个礼拜就顺便去做几天美容，哇，回去很好看。还有健检，对，都做。那因为我们金马台澎的医疗被认为说比他们那边还可靠，所以大陆人很喜欢来这边做。那金门这个已经讨论10几年了我知道郭台铭都自己去看了好几次，因为郭台铭将给台大那个馆。大家都觉得说，对他愿意出钱嘛，所以那时候是一个这样背景。那现在呢？现在其实对大陆来讲，我们的条件更好。为什么？因为跟金门只有4-5公里，那里有一个国际机场，明年就要盖好，叫翔安机场。他只要从厦门这边过来，他是有桥然后如果我们金门这边跟他如果是小三通，也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所以他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商机。金门需要商机那我们看民进党在骂说1国2制，民进党才是1国2制啊！全台湾有哪一个城市可以像高雄一样？高雄市政府连动物园到市立动物园自己坏掉，还可以跟中油台电要钱来做全台湾
台北也有市立动物园，新竹也有市立动物园，有谁有办法？只有你们才一国两制啊！高雄要盖那个健康中心，你知道台北有12个行政区，有12个健康中心，高雄要盖小港健康中心，也是跟中油、台电、中钢这些人拿钱，你知道吗？提款机了。对啊，变提款机，全台湾有什么叫一国两制？你们民进党最会了。那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看得很气，我觉得每个地方要照自己的形势来发展。是。陈其迈今天还很得意说，你看，哎呀，天下杂志，你看我又名列前茅，我今天很兴奋。你有比别人好的条件，你刚够行政院副院长，你跟各单位拿钱，没有人敢不给啦。是。你的钱其实用的比别人多，最主要就是负债也比别人多。但是我讲这个有时候看的其实很悲哀，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金门很有这样的诉求的时候，还要被人家批，然后大家还要讲你三跪乌三跪，对，这个是很大羞辱啊。那其实台积电去美国的情况，有时候想起来也很像，去那边可怜兮兮，被人家逼着去，然后员工每天闹你告你，他为什么这个王宫的那个典礼不办？因为他这王宫已经偷了1年多了。他熊本厂比日本的熊本厂比他晚盖已经在生产了，他比人家早做，最早做的，结果现在才要完工，他其实是很丢脸。台积电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好企业，怎么会工程一再延宕？就是被美国那些工人搞的啊！台积电开工的时候，张忠谋是站在拜登旁边，拜登很高兴，哎呀，工会回来了。然后张忠谋对媒体怎么讲？自由化完了，全球化死了。他就讲这样，因为你们美国就是只要选票，要工人选票，把我们拿来做葬送嘛。那今天我们都已经延宕这么久了，还要举行庆贺开那个完工典礼，好像也不适宜，这不在羞辱我们吗？所以你今天看到在美国投资还没有去，张忠谋就说我的成本至少要多50%，是啊，现在看起来不止啊。所以大家要醒思一下。是，赖老师你怎么看呢？我觉得美国的军人如果看到台湾的军队还在用66火箭弹然后我们的媒体就说泪流满面，他看到以后泪流满面军人那么容易流泪这种军队也不会打仗。就我怀疑这是真的吗？对，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说看了你用66火箭弹，然后就说他泪流满面因为打中目标了。那好像是打中目标是多了不起的事，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它是有点讽刺，是在哪里呢？是因为这款火箭弹它是很旧的，已经没有几个国家用了当初就是挪威台湾台湾还是改良型的，可是呢，这个火箭弹它基本上效能真的不好，它要很贴近，它的有效射程就是200米而已，是200公尺，你要多贴近装甲车、坦克。到200公尺，它才是一个有效的射程打击范围。那您看这次在这个珠海航展的时候，大陆展现出来的他们的城镇战、地面战的时候，都用的是什么？用无人装甲车，无人狼群，都在这个城镇里面来作战。那你怎么去？你用有人的生命去接近这个无人的战车，然后无人的这个狼群。然后他看得比你远，打得比你远，你还没靠近他的时候，你有人的生命早就被打死了，你连发射的机会都来不及，你连发射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他们用的是一种全自动的一种扫描，也就是说，它可以透过红外线、热线的追踪去探测你生命有机体，然后在墙后面都可以探测得到，你躲在墙后面一样可以把你打掉。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们已经用2次大战的这种武器，然后说要去面对，当然这不是2次大战了，这是1963年生产的1963年，观众朋友，现在是2024年了，快60年，60几年了我觉得这个时代是好好想一想，把我们的军人的生命当儿戏这真不应该。我顺着这个董哥所讲的，我觉得在金门成立这个国际医疗站真的是有这个必要，它不但可以给我们台湾的医生、护理人员还有就医疗器材，还有就是这些药房等等，带来很大的这个经济效益、就业机会。它也可以让大陆或者海外的所有的他们更多的人能够到金门。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贡献之一，是因为这个可以跟当地的
这个金门政府都可以跟医疗机构来谈判。为什么？也就是说，当地的金门的民众居民啊，就地看诊，按照健保的方式给付，然后甚至更加的优惠。有优惠。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看看我们金门的乡亲常常有重大的疾病是要后送回台湾的，还要坐飞机耶。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国际医疗的团队在那边，不管是做医美的，然后它也会带动其他的行业，例如说我们的这种全功能性的医院，甚至到教学医院都有可能。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对金门的乡亲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一国两制，说成是出卖台湾？我觉得这些人就太不爱台湾了。你要好好的爱台湾，金门的乡亲也是我们台湾的民众你总不能把金门的乡亲推说不是台湾的民众。我觉得这些人才是真的是其心可比。对，而且你这个可以带动周围的经济链这个应该算是蛮好的。来，请教院长。我讲一个这个美军在我们这里看到一个东西哭的故事，那是我亲身经历。我刚毕业，在南洋舰当最小的官，住在前面的一个官场底下。那有一次呢，《纽约时报》一个大记者到台湾来，那国防部就派的人来。就他发觉他当初他在二战的时候，他也是初级军官的时候，他服役那艘船就是南洋舰所以到了我们船上来了，然后就睡的是我那个位置，因为我也是最小的官，坐在前面一个很挤的地方最底下，然后他走到下面看到的时候，那个位置就是他当场哭了，当初他睡过的，当场流泪。对，因为我们接收他们的船。对，那你想想看他这个是不是66火箭弹触及了他很久以前一个什么的想法？打越战了，对啊，打越战。除此以外，我想不出来。那第二个你看，像一开始你们说这个中共的船跟我们的军舰在一起，对不对？我在海军海上12年半，这在海军算多的，因为我20年不到我就退休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不管我是小官、大官、舰长，我从来没有碰到一条中共的军舰跟我们并航。从来没有过，或者我们并航它，从来没有过。除了军舰以外，只有到我大概快退休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当舰长了，那时候战机会出边线，它不会过中线哦，它会出它的岸。只要它的战机出岸，你知道，立刻会通知舰长，我要到战情室，我要看着它往哪走，是不是对我们有威胁？那根本不可能到我们的东边来这里，所以你就发觉现在变常态了。完完全全不一样了。那事实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差距这么大，但现在差太多了。那现在差这么多，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你要跟他去建军备战，去对抗军备竞赛，不可能。你投再多的钱都没有用，你拿10%进去也没有用，还是跟人家差太多。其实我一直在想的是，两岸的政府真的要去思考一个，不要去这样子对抗的。那我的想法就是，其实他们有提出来，找金门那里去做示范区，因为那里靠那里，我们来示范一下，在金门的人可以自由的来去，是不是让他们有一个能够交往？我们为什么要怕人家统战我们呢？你有没有想到，当两岸的人民这样子来来去去的时候，你认为是我们统战他，还是他统战我？人民走来走去，过来过去，互相影响，他会有心理的感觉。对，我觉得是我们统战他们的几率大。民进党不要没有自信，要有一点自信了。这也是我们常常要再讲的可能我们可以影响到他这是有可能的呀。